猪都不如的淫贼，我就要杀了你，小福报仇！住手！季小福是我娘，是真的想替我娘报仇的，就去杀了这个老太婆，她才是杀害我娘的凶手。一代痴情好男儿莫过于武当殷离庭，他本与峨眉弟子纪晓福有婚约在先，可没想到他的未婚妻却失身于明教杨逍。他本想借助6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机会铲除明教，哪成想半路竟然杀出一个张无忌，阻止了这场纷争。可是夺妻之恨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？他当即拿起长剑就要杀了杨逍，替纪晓福报仇。可这时冒出一名少女挡在杨逍身前，称自己的母亲就是被灭绝师太一掌打死的。殷离庭听闻这一下出乎自己意料，当下回过头望着灭绝师太，脸上露出疑问之色。纪晓福是我亲手打死的，他欺师灭祖，为我峨眉生育，生了一个孽种，海上的妖人，进了魔教。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，有什么值得呢？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使得殷离庭心乱如麻，但他始终不相信纪晓福会对杨逍是一厢情愿。可他得知纪晓福女儿名字时，他彻底绷不住了。我叫杨不悔，不悔不悔就是表示纪晓福对这件事他永远也不后悔。当时殷离庭手中剑掉落，他像发疯一般嘴里念叨着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刘弟，不是真的。殷离庭和纪晓福之事众人多有所闻，眼见事隔10余年他仍是如此伤心，足以看出他是一个痴情好男儿。正如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挑苦命人。殷离庭先后经历了夺妻之痛和一厢情愿之苦，以此借酒消愁来宣泄心中的伤痛。本以为就此而过，忽在这时眼前出现3名黑衣蒙面人。那蒙面人二话不说就对着殷离庭大打出手。他本就是神志不清，踉踉跄跄，而那些黑衣人使用的招式正是出自少林寺。在下武当派殷离庭，没人错人了吧？殷离庭还没说完，就见2名黑衣人擒拿住他的双手，另一人向着殷离庭踹去。当时就见他径直地向着地面摔去，随后那3名黑衣人使出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指，将他的双腿以及双手断折，身上每处断骨均是被手指捏成粉碎。他数日来苦苦争命，早已精疲力尽，此刻再也支持不住，便此昏晕了过去。另一边，张无忌以一人之力赶走了6大门派，他也如愿以偿和武当师叔伯相认。临走前，宋远桥等人对着张无忌再三叮嘱：无忌，今日一战，你已名扬天下，对明教更是恩重如山，希望你能借此机会对他们多加规劝引导，让明教归入正途才是啊！无忌谨遵教诲。等伤情痊愈之后，要尽快回武当，好让你太师傅安心。他和武当四侠久别重逢，6级分离，5人均是依依不舍。待武当走后，这时少林寺人却又卷土重来，称元真的尸体不翼而飞，从而认为是明教中人所做。我说你有病吧你这活的我们都不要，要那死的干嘛啊？当猪当羊宰了吃都行，各羊错不喂狗吧？众人都觉得此事差异无比，丝毫却不知道元真是假死。这时早就逃之夭夭。待少林寺走后，杨逍父女2人一同跪拜张无忌，称自己替明教和天鹰教全体教众叩谢张大侠护教救命的大恩，还让张无忌担任明教教主重任。张无忌不由得慌了手脚。我周爹谁都不服，就服你，你当这个教主最合适。这怎么能行啊？我并非明教中人，什么也不懂，怎么能担此重任呢？便在此时，忽听得东面远远传来一阵阵尖利的哨子之声，正是光明顶山下有警的讯号。杨逍和韦一笑一阵军饷，难道6大派输的不服，去而复返了？待探子通报，这才得知取经帮、海沙帮、神拳门，还有丐帮、三门帮，还有一些江湖人士已经逃身下。原来是一帮趁火打劫的。张无忌深知明教众人有伤在身，这时出战恐怕凶多吉少，当下断言让众人前往明教密道躲避。然而杨逍、韦一笑等人神情却恍惚，丝毫犹豫不决。杨逍更是让小昭带张无忌先走。我并非明教中人，但也曾和明教共过一场患难，算得上是生死之交。我又岂能抛下各位，贪生怕死，自行去避难？少侠误会了，明教历代的规矩，光明顶密道除教主1人之外，其余教众不得入内，擅闯者死。但是你与小昭不属本教，所以不用遵守规矩。正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虽说规矩是前任教主制定的，那打破常规必定由新任教主说了算。众人都一一举荐张无忌担任教主之位，可张无忌却想起了10余年前太师傅所言，绝不能让无忌加入魔教。外公的话你总要听吧？外公让你当这个明教的教主了，现在外公的话和你太师傅的话，那就相互抵消了。你谁的话都不要听。至于说你当不当这个明教的教主，你自己决定。再加上我这个舅舅，这样总够斤两了吧？张无忌听外公和舅父如此所说，心中好生难过。可太师父有言在先，怎可违背？于是当即从怀中掏出前任教主杨顶天的遗书，交给杨逍。因为信中所说教主之位由自己的义父金毛狮王接任，所以张无忌想要此书推辞。自古以来，子继父职，天经地义。既然谢逊是你的义父，那便如同亲属。正如糊弄过去只是逞一时的小聪明，张无忌实在无可奈何。眼见杨逍外公、舅父等人跪下，
明教生死存亡之际都掌握自己手中，他只好委曲求全，暂且担任教主之位，还特意言明度过今日难关之后，请各位务必另选贤能。明教众人眼见张无忌同意，便跟随他前往光明顶密道中。临走前还特意命洪水烈火二气纵火阻地，焚烧光明顶的书屋，让那些虾兵蟹将误以为他们逃走。待众人来到密道后，一同拜祭前任教主的牌位，深知这一切阴谋都因程坤一人所起。如今程坤一死，众人都觉得便宜他了。殊不知程坤假死这事却在逍遥法外。张无忌在外面平静过后，明教弟子伤势差不多痊愈，便要和明教弟子约法三章。这第一件事便是从今以后，明教弟子必须严守教规，除恶扬善，行侠仗义。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，切戒自相争斗。随后命冷谦担任刑堂执法，凡违犯教规一律处以重刑。最后还特意言明外公、舅父等尊长亦无例外。对这第二件事情说起来比较为难，就是本派与6大门派积怨已深，双方互有杀伤。但是从今以后，我们要既往不咎，冰释前嫌，绝不能再去寻仇。那要是各大派无事生非来找我们茬呢？那就随机应变。如果对方一再进逼，我们当然不能束手待毙。哎，各位的宽宏大量，实在是武林之福，众生之幸。第三件事情还是依据杨前教主的遗命，教主之位由金毛狮王谢逊暂设。随后张无忌便派明教众人前往冰火岛迎接自己的义父。当张无忌携带明教众人下光明顶时，忽见远处躺着一人。张无忌大吃一惊，放眼望去，正是自己的殷六叔。张无忌心急如焚，即刻奔去将殷六叔搀回到光明顶。待殷离庭醒后，张无忌这才得知伤害殷六叔的武功正是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指，就是被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指折断了手脚情况。我爹娘也是觉得有愧于三师伯，才会自刎身亡。可如今六叔又遭此劫难，如果找不出罪魁祸首，我怎么对得起他们2位，还有死去的爹娘呢？